係講網友嗱，呢條片要講俄烏戰爭啊，最近前線逆轉嘅一個重要因素就係星鏈斷供啊，同埋俄羅斯咧經常斷網，發生咩事？呢個咧係樣非常得意嘅嘢。哇！趙貓貓和牛韓牛漢堡，美味 juicy， 好食到不得了。嗱，而家呢輪特價清貨特價雙週花魚一夜乾43蚊，呢一個係呢個和牛韓牛漢堡48蚊兩個任你揀，點樣配搭都得。呢個牡丹蝦288蚊，差唔多冇㗎啦，呢兩日賣完。馬來西亞榴蓮貓山王從來未試過咁平嘅88蚊，其他66蚊。好啦，遊戲規則改寫，2月5號呢個日期就係2月5號2月5號 SpaceX 喺烏克蘭全面實施白名單制度 （White List 制度）。我曾經講過，但係因為呢樣嘢咁重要咧，我一定咧係用一條片嚟度講。所有唔註冊嘅全部斷線第一，速度限制，無人機用唔到。喺移動速度超過75 km 嘅就自動斷線，呢個就係自殺無人機咧。如果飛得慢過呢個咧，就係個威力大減啦。第二，白名單制度，即係咧你要證明到你嗰架機嘅來源喺烏克蘭使用係合法嘅，個機係有編號噶嘛，有 serial 編號噶嘛。咁於是咧呢個機佢先至可以連接到衛星，如果唔係咧連接唔到衛星。然後咧佢就透過一個軟件嘅更新將你排除咗每台終端機都要靠憑證驗證身份，每24小時更新一次。烏軍遞個 list 上去，呢啲機係我嘅，於是就準用。俄軍嘅設備全部排除。聽講話咧離譜到咧，原來喺前線咧7成係俄羅斯用緊，3成係烏克蘭用緊。好啦，呢一個導火線，成件事發生就係見證者無人機搭載咗星鏈，搭載星鏈嘅改裝，見證者襲擊客運列車。佢係點咧？佢將嗰個星鏈嗰個 sensor 擺喺上架無人機上面，結果造成5人死亡烏克蘭副總理費多羅夫即刻打俾 SpaceX 咧，1月27號2個禮拜內作出反應。好啦，Elon Musk 睇嚟咧，我哋已經為阻止呢一個俄羅斯未經授權使用星鏈採取嘅措施已經收效啦。如果需要進一步行動咧，請通知。費多羅夫話：多謝你同我哋企埋一齊，你係真正嘅自由捍衛者。俄軍點解要依賴美國嘅衛星呢？因為俄羅斯嘅通訊系統不穩定，一陣解釋俾你聽。前線用咧好大問題，而且咧佢同埋呢個烏克蘭軍隊唔同其實喺戰場打得贏嘅軍隊咧，一般嚟講咧都要唔能夠集權嘅，係要分散啲權力去下邊，等下邊靈活使用嘅。俄軍係由上至下嘅指揮，冇上級命令，即刻唔識點做。星鏈穩定嘅信號你截唔到嘅，高速連接佢係互聯網嚟嘅，因為佢係 encrypted 端對端嘅，唔驚人哋可以呢一個刻意偷聽到。遠勝俄軍現有嘅設備，用敵國嘅民企嚟做軍事通訊，已經證明咗克里姆林宮係幾咁大鑊。佢係點嘅咧？佢啲機咧就喺西方買翻嚟嘅，然後咧就喺杜拜嗰度咧就轉讓喺杜拜轉讓，然後偽造海關文件，將佢去中亞、中東轉運。
SpaceX 啊冇授權杜拜啊，但係個灰色市場咧繼續運作。咁點解限制唔到呢？因為咧佢係有一個地理 geofence 限制嘅。俄羅斯境內唔用得嘅，但係烏克蘭境內用得，呢個係問題。呢一個烏克蘭啊，甚至有鋪頭啊賣星鏈終端機咧，俾俄國士兵咁離譜喎？點解？星鏈滲透，2024年1月第一次發現俄軍使用星鏈，已經2年喎。2025年全年大量使用，個背包度咧孭住個星鏈。無人機終於1月搭載星鏈組件襲擊烏克蘭列車，呢個係喺接觸線上，幾乎每個俄軍陣前都有星鏈。烏克蘭話感覺佢哋嘅數量超過我哋，係嘅，係7成係俄羅斯用。星鏈喺戰場上嘅角色咧係幾千台使用啲星鏈，6成嘅火力損傷係由無人機造成嘅。呢個點解咁緊要？無人機作戰就靠星鏈，可以即刻傳到畫面同坐標喺邊度。星鏈喺俄軍嘅4大用途，即時睇到無人機畫面，然後咧協調，你立即可以通知所有嘅無人機，將個坐標俾好多個操作員同時去打，向士兵下達移動指令。嗱，而家向邊度進攻？然後60公里外精確打擊烏軍嘅補給車，遠程打擊嘅導航，用佢嚟做導航。2026年1月啊，有無人機利用星鏈嚟打擊50公里外嘅目標。俄羅斯士兵烏克蘭截到嘅聲音，該死！睇起上嚟咧，佢哋將星鏈關停咗啦，信號冇咗啦，完全冇咗啦，影像傳輸中斷咗啦。另一個俄國士兵我哋只有剩翻收音機、電線同埋白鴿啦，呢個就係好啦。幾個鐘頭內咁犀利嘅呢個立竿見影嘅俄軍嘅火炮同迫擊炮嘅數目急劇減少，無人機投彈同第一人呢個FPV 嘅攻擊突然間下降，好多個方面嘅突襲暫停，佢能夠嗰個大家協作去攻擊啊？點樣 coordinate 嚟攻擊呢？點樣搞法都係只可以恢復到6成啫。好啦，嗱，我哋睇下佢係點嘅。斷網前發現到烏軍，咁咧就立即可以傾巢出擊咯。以前嗰種制度係然後咧個坐標 send 俾所有人，無人機咧就協同攻擊嗰個烏軍咧係走唔甩嘅。斷咗網之後咧，俄軍發現烏軍只係派得2架無人機啫，後續攻擊咧跟唔上，結果烏軍走咗。呢個就係呢個係特種部隊司令官嘅描述。呢個就係好啦。星鏈就係佢哋控制部隊嘅手段，冇咗星鏈，啲士兵咧係散嘅一盤散棋，都唔知道自己匿埋喺度以外發生咩事。代號塞維爾嘅烏克蘭俄羅斯志願軍團嘅軍官，俄國士兵要求攜帶星鏈，拍攝位置影片上傳，證明自己冇做逃兵，仲有呢樣咁嘅用途喎。地面無人作戰車呢啲依賴星鏈嘅裝備咧都唔得，即係唔淨止係無人機嘅、無士兵嘅，仲有呢啲自動作戰嘅無人戰機。烏克蘭反攻係恢復咗300平方公里地方，烏克蘭話400幾㗎扎波羅熱、地涅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收復領土。2023年來第1個月收復嘅領土大過失地。斷網嗰日就收翻77公里。2月係轉捩點嚟嘅，其中一個重要嘅關鍵就係呢個星鏈。扎波羅熱烏軍咧就趁住呢個時候咧製造更大嘅混亂，因為你唔知自己啲軍隊喺邊，唔知做緊乜嘢，派小股部隊攻擊俄國後方陣地，佢哋就感覺呢個陣線俾人哋突破咗咯。因為收唔到資訊，佢哋咧就覺得俾人突破咗就走咯。
於是成條陣線咧就會崩潰㗎。之後烏克蘭聽到俄方誤判喺無線電下達嘅命令，冇辦法核實，於是就撤退。呢個俾咗我哋真正嘅優勢，呢個就係好啦。仲有呢個係烏克蘭建立256個網絡攻擊部隊，建立假冒嘅星鏈註冊。我可以幫你註冊星鏈，你呢就係嚟我度登記喺網度。嗰啲俄軍真係走去登記喎，佢話做生意收你錢，結果呢有2420單登記，結果就有終端 ID 啦、帳戶啦、GPS 啦，結果就梗係收拾佢啦，收到6000蚊呢個寄入加密貨櫃啊，然後呢又抄到31個烏克蘭真係做呢啲嘢嘅人，拉咗佢坐監。嗱，俄軍係點樣通訊嘅呢？其實呢，第一，無線電通訊呢個就係對講機。無線電通訊咧係可以截到嘅，呢個截到嘅。呢個咧同埋俾人 jam 到嘅，要駁通訊電纜拉線係極難嘅。呢個係拉得遠咧係非常難，而且你不停喺度移動中係非常昂貴。遠程嘅無線域網天線容易俾無人機鎖定摧毀，即係分個地區整條天線控制呢個地區嚟到傳送，好容易俾啲無人機發現而摧毀。中俄衛星服務好差，而且咧佢唔係低軌嘅，係延遲度好高，白名單滲透。呢個 SpaceX 可以追蹤終端位置並封鎖。呢一個咧佢就係點樣可以註冊到入你嘅白名單入邊？目前冇任何替代可以取代到星鏈，呢個係冇嘢可以替代。好啦，呢個鐵木兒部隊信號情報專家我哋開始喺無線電通訊中聽到直接嘅作戰指令，聽到佢點樣指揮人，邊啲部隊喺邊度移動，入邊條村，走咩路線。有時我哋早一日就知道咗，因為佢更上級落嚟嘅。俄軍士兵不斷撳掣 restart 將 restart 翻 restart 翻咧係會有個 signal 咧就 send 出去嘅，結果咧呢啲 signal 咧俾烏軍收到就更容易打擊你。代號習落10冇咗星鏈，佢哋嘅通訊水平係翻去冷戰時代。有星鏈100%，而家可以協同工作嘅咧只係得60%。俄軍試圖呢個係佈置網狀嘅網絡同埋數據機，即係整好多個嗰啲應該點講等於係基站基地台咯嚟到傳送。但係星鏈係最平嘅，呢個係冇得鬥嘅。好啦，仲有 Telegram 限流呢個就係莫斯科自己做嘅。2月10號 Telegram 限流5日雙重打擊。Telegram 喺俄軍中嘅角色，協調後勤同裝備，分享戰前情報，目標回應只係幾秒啫，實際上係前線作戰嘅資訊平台。而家莫斯科政府停咗佢，布洛克話限流一日收到5段匿名嘅軍人錄影，內容係冇咗 Telegram， 我哋都完蛋咗啦。一個係俾外部切斷，一個係俾自己政府限制。Telegram 軍隊中廣泛使用加密通訊獨立營運，克里姆林宮要求禁用，因為佢管唔到。官方話外國情報部門可以讀取 Telegram， 話冇可能。好啦，於是佢叫你用 Max 聯邦安全局營運嘅，指揮官唔肯撤換，擔心 FSB 監控通訊內容，即係點呢？係政府嘢，政府就知道你哋噏乜嘢咯，你哋唔想政府知道咯，好多嘢係冇安全保障，軍方信任度極低。我喺度同我講一啲秘密嘢，你知道咗，你用咩拉我去坐監？內容矛盾進一步限制咗俄軍重構指揮系統。好啦，莫斯科啦，莫斯科俄羅斯切斷
行動網絡，限制公共寬頻，封鎖 Telegram 同 VPN。結果莫斯科咧半個月成日停網，冇辦法打電話、發放短信、支付終端取款機、快遞，唔準用 Telegram 同埋限制嘅頻寬。結果5日損失咗30億至50億盧布嚇。好多人買傳呼機喎，哇！幾隻傳呼機啊？香港係90年以前，我哋都係用傳呼機嘅。我哋有咗無線電話35年，所以你一睇啲電影係幾時拍嘅劇集，你睇佢有冇無線電話就知道。睇佢手上揸嗰個係乜嘢無線電話。傳呼機銷路大幅度增長，手持無線電對講機嘅銷路增長加27%。喂，紙質地圖啊 ，GPS 斷網就冇辦法使用，居民翻去傳統導航，呢個係。呢個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話，總統辦公室已經轉用座機，呢個係landline。2025年全球斷網次數第一，呢個就係俄羅斯斷網斷得最頻繁。網路限制有63個地區，因為個 internet 搞唔掂個流量，呢個就係好啦。俄羅斯嘅幾個衛星自救計劃咧，撥咗好多錢，射啲衛星上去。冇辦法啟動到，嚴重延遲。計劃300+ 低軌衛星，結果2025年10月第一次射上去。點解啊？冇射上去嘅力量，射上去呢，如果用俄羅斯嘅衛星呢，俄羅斯嘅火箭呢係好貴，而且唔射得幾多，呢個就係好啦。結果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射咗16粒上去。Bureau 1440發射16粒寬頻衛星，咁你要教到佢離地幾近呢？離地越遠呢，個 latency 咧就越犀利。呢個咧佢就話呢個咧係國內版嘅 Starlink， 想自己整套系統出嚟，規模爭得太遠啦。佢有16粒衛星 ，SpaceX 咧7000粒，年尾咧係10000粒。同日 SpaceX 咧發射25粒新衛星，呢次發射超過俄羅斯所有嘅數量，一次發射。好啦，烏克蘭軍事專家話：我哋大概有3個月嘅窗口啊，3個月呢一個，如果俄羅斯決定咗咧，佢一定有辦法可以克服嘅。烏克蘭趁窗口反攻取得成果，但係俄羅斯會調整通訊方法。係咪可以 overcome 到呢？呢個就係結果咧，俄羅斯呢輪咧係打輸嘅，每個月陣亡人數10月35000人，1月3萬人，死嘅多過入嚟嘅新兵9000人，呢個係俄軍嘅領土推進。2025年11月係最高峰，12月開始持續減低。俄方損失已經升到部分戰區殺一個烏克蘭士兵咧，就要損失25個人。呢個係日益依賴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古巴、北韓等外籍士兵。通常咧呢啲咧都係招募佢去，唔話俾佢聽係做士兵嘅，去到先逼佢做士兵，話有筍嘢叫佢做工係賺大錢嘅。呢個就係依靠北約衛星互聯網嚟對付北約。同時唔能夠及時發展自己嘅替代方案，係一個令人非常之質疑嘅策略。你點解要咁做呢？呢個當一個加州嘅民間公司，佢做咗一個決定，我哋而家要 rewrite 個 program 咁，就可以使到一支核武軍隊喺前線，唔知點做，癱瘓戰爭嘅形態咧，同過去已經完全唔同啦。呢個就係好啦。咁呢個大馬士革玫瑰560蚊嘅兩樣嘢，呢個有呢一個三文魚呢一個 DNA 萃取物呢一個係mRNA 加 PDRN 嘅，呢個係微膠原蛋白，呢個係咁咧等你咧就可以修復變得更加靚嘅。好，仲有呢個 NN Man 買488蚊送呢兩樣嘢俾你。
Ida 呢個 Ample Monster 嘅大馬士革玫瑰再生套裝兩件嘢嚟嘅，500幾蚊。你買啲488蚊咧，不但止得 M&M， 仲可以喺呢兩樣嘢揀一樣啊！呢一個咧又係 Ample Monster 嚟嘅，呢個咧就係飛魚嘅嚇，價值560蚊嘅，兩套嘢任你揀，你買488蚊就。昨日東廠錦衣衛行過街市，聽聞有人出書寫皇上你。呢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好了解我，仲要多角度分析，朕係暴君定雄主？知我者，莫若蕭若元兄。靖難之變嘅來龍去脈，永樂遷都北京嘅個中原因，幾次親征北伐蒙古，派鄭和下西洋，同埋編修永樂大典嘅事蹟，都寫得絲絲入扣。分析讀到咩話咁好睇，都係賣新台幣520蚊嚟人，同朕計一計，大量購入要幾多白銀？最新作品蕭若元說明史，明成祖、朱棣、暴君、雄主，現已在蕭貓貓辦館網站有售。